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这次呢，我们要来开箱一款非常特别的产品，那也就是 Sony 最顶级的随身播放器金砖2代。那谈到这个 Walkman 这个名词呢，我相信是大家许多人小时候的回忆。那 Walkman 这个名词对于我来讲，就是我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很多 MP3 的音乐开始流行。那大家平常上课，然后念书，就会想要有音乐陪伴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最流行就是你一定要买一支 Sony W 系列的手机，是滑盖的，然后走在路上播音乐，然后晚上念书的时候就是插耳机听音乐。然后同时期我觉得那时候还很炫的，还有 Sony 它主打拍照系列的 K 系列的手机，就是如果那时候你喜欢拍照，你就要买一支 K800i 到处拍，然后记录生活。然后有一天呢，其实就是我回家，然后我妈跟我讲说，就是看你在手机听音乐。那我妈那个时候他们对他们讲 Walkman， 他们都是习惯用 CD 的，或者是用卡带的嘛。那他就丢给我一个用 CD 的这个随身播放器，然后我就好奇想说，那这听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就拿了片 CD 听，然后听完之后我发现，怎么好像 CD 的音质比这种 MP3 电子档案好听，就细节比较多，然后人声也比较传真的感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认知到，原来 CD 的音质好像比 MP3 档案好听。那回到这个 Sony 金砖2代这款产品，在 Sony 随身播放器这个产品线上，前一代所谓的金砖1代，它是在2016年推出。那在2022年的金砖2代呢，它主要是跟前一代差异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说它多了这个网络串流的功能。就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们听音乐啊，他们是使用一些假如说 Tidal 啊，想要这种 Qobuz， 或者是用一些 Spotify、Apple Music 的软体。那你作为一个随身播放器呢，自然是要顺应这些潮流。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开箱这款产品，其实是因为有一位客人呢，他刚好买这个金砖2代。那其实我们平常都会碰很高阶，假如 Sony 8K 的电视啊，就是最高阶的 OLED 显示器。但对于 Sony 的耳机系列产品，我们接触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就问一下这位客人说，那这款 Sony 金砖2代，可不可以稍微让我们就是拆箱来稍微体验一下？然后这个客人呢也非常的就是阿萨里，他就直接说没有问题。那这款产品就让你们就是抢先来开箱。所以我们也要谢谢就是客人这么支持我们。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开箱它整个这个 Sony 金砖2代吧。那首先呢，这个就是它的包装，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好，它的外面呢有写上它支援了这个 Hi-Res， 然后支援了 LDAC， 还有支援 aptX HD。那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用蓝牙，然后一样听到最好音质 CD 等级音质的音乐。那我们来小心的开箱，然后它的型号是WN1 ZN2， 也就是第2代的这个金砖。好，箱子我们慢慢的打开。好，它的包装打开了之后，我看一下它这边是要拉出来的，就是它这边包装有做一个黑色的绳子，可以把它拉出来。好的。那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客人呢，他其实除了金砖2代之外，他还有其实金砖1代刚出的时候，他就有购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只可以开箱金砖2代。我们甚至可以来一个金砖的1代跟金砖2代的大比拼，就是稍微看一下外观或者是功能上、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好，那我们继续来开箱这个金砖2代，上面有个 Walkman 的贴纸，不是贴纸，这个是一块展示布。好，那你刚刚黑色这个袋子就要把它稍微提一下。OK。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主角金砖2代出来了。好，就是慎重的对待它，戴个手套。那可以看到体积上面来讲，跟金砖2代好像做的又更大了。等我拿一下
好，那我们绳子拉起来，金砖2代就起来了。那么盒子放旁边。好，那我们先跟金砖1代稍微比一下，大家看一下。哦，体积上真的金砖2代真的有比较大，大家可以做个比较。这个金砖1代、金砖2代可以看一下。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输出孔 OK 都用保护盖塞住，然后整体的我看一下机背，那时候我看一下资料，他说机背的部分结构好像也不太一样，然后重量呢，我觉得都蛮沉的，就以一款播放器来讲。接着我来看一下箱子内有什么配件，我来帮大家猜一下，它这个箱子可以抽开。好，它第2层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有附上一个应该是保护壳 ，Sony 的保护壳。我们先把金砖1代先放旁边。好，保护壳之后，我们再往下翻。哦，还有一个 Sony 的，这应该是说明书。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它这个Type C。在以前的金砖1代的话，我看它的，其实金砖1代，我看它底下是一个特别的，我们给摄影机看一下，它是一个特别的 Sony 特规的接孔。那在金砖2代的话，我看到它是基本上配备了正常的一般的 Type C， 所以你就可以用，假如说一般的传输线，把金砖2代接到电脑。好，它的盒子我们基本上看一下，它没有什么，其他没有什么东西了。好，来开个机试给大家看。哦，好，这边开机它就有画面了，这样子就开始进行一些设定。那开机这段步骤就是到整个使用，我们待会下一段我大概玩一下，然后我来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跟金砖1代的差异。然后我也会用我手边的，就是监听耳机帮大家听一下这种感觉的差异。就是当然我们的设备就有很多耳机发烧友可能都比我们好。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你可以把我想成就是，我今天很有预算，那我也很喜欢听音乐，那我就是废话不多说，我就是直接选 Sony 最高阶的产品，那我就会想要了解说，跟我一般手机或 iPhone 普通的那种设备播放器比起来，就是金砖到底有什么样的迷人的魅力？对，就大家可以把我意见稍微做一个这种刚入门要预算很充足的人的参考。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玩它一下，然后待会分享一些心得给大家。那我们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呢，来体验这个金砖2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金砖1代与2代的差异。首先在外观方面，就是2代的萤幕它做的又更大了一些，然后电源键呢，2代的位置与1代不相同，1代是如果它的凹面是坐在凹面的位置。那2代的话呢，它是坐在了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凸起的地方，然后背面的也不太一样。1代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1代它摸起来是整面平的，然后有一个像皮革感觉的这种软垫。然后2代的话，它就是有做一个弧形，然后它下方按起来就是也是有个黑色的垫子。然后有一个小细节哦，就是1代的 Walkman logo 右下角的 Walkman logo 是灰色的。2代的话，它的 Walkman logo 是金色的，所以最新的这一代看起来又更精致奢华了一点。然后接着我们讲到操作系统，因为像1代它是没有网络功能，它就是自家的 Walkman 系统。那2代它是整合了就是 Android， 然后还有自己本来的 Walkman 系统，所以它是双系统。但我自己使用的话，因为像我大部分都听串流音乐，所以我就是进这个 Android 系统，然后去下载 Tidal， 当然你也可以用 Spotify 或用 KKBox。那我觉得2代跟1代最大的差异，当然除了网络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像2代金砖2代，还有一个把 PCM 音乐转成 DSD 音乐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可能很多你喜欢，假如说你是音响的发烧友，或你很喜欢听耳机，你可能都会听过 DSD 格式的音乐。那为什么这些发烧友他们会喜欢 DSD 格式的音乐呢？因为 DSD 格式音乐它第一个它容量非常大。然后它呈现的就是它的音乐的细节，然后它的那种人声的情感、氛围感，都会比一般的这种假如 Wave 档或者是 FLAC 档好听非常多。
所以就看到很多的那种发烧友，他们都会争相去收藏，就是好的这种 DSD 的档案。那 Sony 它这个 PCM 转 DSD 的功能，就是说，你今天你送给他，假如说普通的FLAC 档或 WAV 档，它就会自动的帮你转成就是好听的 DSD 档案。然后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呢，我再搭配这个 Tidal 使用，基本上我是觉得，那每首歌的音乐质感听起来都蛮有模有样的。就是我有用这个金砖1代，然后播放就是假如说 DSD 的档案，然后我有这样去做个比较，就是2代它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我觉得那个乐器的质感基本上也是有一定的程度。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Tidal 本来就是 CD 音质的音乐啊，甚至他们有一些 NQA 或者是更高解析度的，就是那都是好的档案嘛。那我也想说，那如果我今天我把这个功能拿去听一些 YouTube， 就是它可能录音的音质没有那么好，那这样感受会是如何呢？这个时候我就开了 YouTube App， 要去搜寻一下。这个体验过程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在听 YouTube 的时候，像我们常常会看一些，假如说现场的那种音乐选秀节目，或是有些 live 表演，它其实是完全不会收录在像一些串流音乐平台里面的。假如说你那种现场选秀节目，它不会收录在 KKBOX 或 Spotify 啊。但是我在听的时候，金砖2代给我感觉啊，像我以前也不是没有用过一些音响或者是耳机，就是在听这些 YouTube 的音乐，但基本上我用这些设备在听 YouTube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音色就是很糊，然后很不耐听，因为你平常都听好音响嘛，你跟人听到那种很糊的声音，你就听不下去了。但是我在用金砖2代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我原本听起来那些很糊的音乐，我现在听起来，我觉得它的立体感，左右声道的表现立体感，然后乐器的质感，人声这种浑厚的感觉，就是还真的是你完全就觉得蛮好听的。对不对？听到后来，我就是听了1个多小时，我就是直接在 YouTube 上面一直搜寻一些现场表演的音乐啊，或者是一些我以前没有在平台上面，就是平台上面没有收录的专辑，我就这样听了1个小时多。所以我觉得，就是 Sony 这个金砖2代啊，它真的是达到一个这么讲，所有音响产品的巅峰。什么意思？就是今天你有了网络，所以你可以听很多的讯号来源嘛，你当然可以听高音质的，像 Tidal 像 Qobuz， 但是如果你遇到讯号音源不是那么好的，像 YouTube， 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你只要把耳机插上金砖2代，你就是一样享受音乐。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个真正就是你只要有预算，然后你买了这台，你根本不用管说我今天我的音档不好啊，或我平常听的音质都是 MP3 啊，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完全不用想，你就是直接档案都丢进去，或者是你 YouTube 上直接搜寻，你就直接听歌，你根本不会有那些想法说什么我现在听的档案不好啊，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很浪费啊，你就是直接听音乐，然后沉浸在那个音乐里面。所以我就觉得 Sony 做这个产品真的是就是也达到 Sony 他们最想要传递给消费者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买 Sony 的产品，你其他的基本上你都不要想了，你就是好好的享受音乐，好好的去探索音乐里面每一个音符。所以我自己在听完之后，我也差一点就是跟老板讲说，老板那个明天可以帮我订一台嘛，这样子，那钱的话就是我马上去领，这样对，就是差一点就中毒了。好，那也许我会去买一台就是它比较便宜的黑砖，因为我记得黑砖的话好像是大概3-4万块的价位，对，那就是金砖的话的确是比较昂贵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体验这个金砖2代这个小小的开箱心得。就我们也要感谢这位客人，可以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就是横历了这个 Sony 这个横历了整个 Walkman 的创立的时间，然后一直站在顶峰的产品，然后就是真的非常这种机会真的非常少见。好，那这次的开箱呢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或有任何想看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那最后大家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之后会做出更多就是有趣，然后更多有深度的开箱或者是一些3C 家电的分享。好，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